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就算受了伤，也得孤军作战。有时候摔倒，连跌带滚很冤枉。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不要哭，不要怕，不要慌，黑暗总是企图蒙蔽阳光。所以张大你的眼，用心看，不要傻傻错过贴心的期望。爱你的人方式都不一样，有一些刁难，传达的是温暖。是非在颠倒，在混乱，家人的爱是最经得起苦难。长大你的眼，用心来看，原来我们都是彼此的希望。喂，你迟到了2个小时，7个人等你呢，就14个小时了。我很忙的，小姐。你忙我就不忙吗 OK， 我知道你们一个 VP 一个 CEO， 2个都很忙，不过拍张照也不需要你们太多时间，这是妈的心愿。你们一人少说一句吧。吃可怜虫不可以多半分钟，所以才拍不到全家福的。什么可怜虫啊？他可是你姐夫。其实姐夫也不用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什么姓潘姓钟的，爸妈从来没有把博文当外孙看待啊。你为什么要怪你姐夫？迟到的人又不是他，他现在去加班又不是去玩。姓潘的人姗姗来迟，根本就不尊重别人的时间。怎么啊？约了女朋友啊，1分钟都不可以等啊？他等了2个小时，现在回去公司肯定挨骂的。他说牛信。你以为每个人像你啊？自命风流，肯定有报应。Oops， 我忘了，报应早就来了，要不然儿媳怎么会跟你离婚呢？你够了，潘哲国，苏珊娜不喜欢提起他妈妈的。我说的是事实，你应该检讨一下，为什么苏珊娜不喜欢提到她妈妈。够了。我们手足吵架是家常便饭，大概是因为我们遗传了爸爸火爆的基因。妈妈想拍全家福的心愿依然是个心愿。其实，大家面和心不和，拍出再美的相片，又有什么意思？啊，外公，我不喝丹那说了。胡说，习惯是不会改的。谁说不会改？你小时候喝牛奶，你现在还喝吗？哇，牙尖嘴利，厉害了，大学生了，啊，了不起了。外公你也很厉害吗？拿过沙龙还得过奖。我是你曾外公手把手教出来的，现在轮到你接手发扬光大。我没有打算到照相馆工作啊。你读摄影到照相馆工作是学以致用嘛？外公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到摄像馆拍照了，又贵又慢又老土。现在手机一拍马上可以放上网啊。你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你的外婆多么渴望我们可以拍一张全家福，然后挂在客厅。很老土啊。什么老土啊？这是古早味啊！你没见过古早面、古早咖啡、古早蛋糕吗？卖吃的，凡是有古早2个字，都要排长龙的。哦，那外公你一定就是古早人。找你的头了。好了，来吃古早面包、古早鸡蛋啊。妈 ，Thank you。你找什么啊？西瓜霜放在哪里呀？哦，在这里呀。什么都忘记，就是没有忘记骂人。又长疮了，吃那么多西瓜还不能清热吗？被气出来的。我跟你说啊，不要再跟泽国借钱了。还在气克林啊？
他要德国一个人撑起整个家，不长进没出息。克林的运气不好，别提他了。还有啊，你也不要跟泽明借钱了，风流成性，我没有这种儿子。哎，他可是你亲生的哈。亲生的又怎么样啊？啊？明天去银行把定期存款结束，将钱拿出来可以顶几个月的租金。那不是要损失利息吗？你整天鸡毛蒜皮的省那个1毛5分做什么？笨！照相馆的生意明明不好，还要硬撑，都不知道是谁笨了。除非我进了棺材哈，要不然我是不会关掉我爸爸留给我的店的。不要烦我了。等我走了，你才知道我好。明天他们都要回来吃饭，煮什么好呢？炸弹，叫他们别回来，我不想见到他们。那蛮牛啊！不是吧？这么贵？老妈，哇，真的很后悔叫你用电脑。就算你不交政府有资助乐龄人士的哦。哎呀，我还以为你在看美女。你以为有那么无聊啊？我是担心我儿子不喜欢女人呐。你放心，我已经有个爱一辈子的女人了。真的？嗯。赶快带回来给我看呐！你想看啊？我有她的照片。哪里？长什么样子的？等一下，我找。点呐！OK， 找到了。1、2、3，就是你啊，美女。对以为啊，你一直叫我美女，我就不催你交女朋友。哇，小心啊，美女！黄少的作品全超过1万块啊！你看。哇，这件这么小都已经要1万块，那这件不是更贵？是啊。老妈，算了啦。什么算了？我们在想办法啦。我可以了。我那个老大还在家，整个晚上睡不着了。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啊！美女，算了，没事。什么算了？那我跟你说啊，好朋友归好朋友 ，OK？折家撞坏艺术品要赔偿的 ，OK？我知道，我会赔的。多少钱啊1万多啊！要赔1万多？绝对不赔！什么？为什么不赔？我赔啊！阿佳，你发神经啊！安迪，你害我爸没有中马票，我们损失了10万块，那你赔我们10万，我就赔你1万喽。对。什么？哲佳姐姐，你开玩笑的吧？还什么姐姐啊？她摆明欺负人的，那这种样子，难怪没人要，注定做老姑婆。安迪，你榴莲不要吃那么多好不好？嘴巴很臭的。你呀，你说那个东西是你自己没有拿好，你自己弄掉，你不要怪我。我跟你说，不要怪我儿子啊。OK， 安迪，你要算账是吗？好，你赔我们10万呢，我们就赔你1万，就是这么简单。10万关我什么事啊？老爸，走。好，虎父无犬女啊！有欺负必有欺负。回家，关门。烂西瓜才会生出小烂西瓜。没有好榜样，给小的。其实，榴莲嫂骂的对，我的嘴上不饶人都是向爸学的。打破远航的东西，我是内疚的，但这和我嫁不出没关系。用这个来刺我，我就会变成一只刺猬。伤口没愈合的人，都会特别保护旧患。王先生，远航，我看了你传来的照片，拍摄的角度、文采都很好。谢谢。其实不必急着还我的。王先生啊，对不起啊，我弄坏了你的艺术品。真的很抱歉，有裂痕了。裂痕，就算你闭上眼睛，它依然存在。我愿意赔偿，
用什么赔偿？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折扣啊？这是无价之宝，我看它比生命更重。你不是要我偿命吧？为什么我要你的命？我感激你还来不及。感激我？这作品做好后，我很喜欢，可是一直觉得它不完美，因为太完美了。现在有了裂痕，它终于不完美了。谢谢你给了它缺陷美，有了缺陷美，它才达到真正的完美。它在静静地告诉你，这是真正的人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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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英啊，幸好你遇到一个疯子啊！艺术家的思维果然跟普通人不同，我们一定要跟他们说这个好消息。 No， Why no？ 那就只跟安迪说啊，他是你的好朋友。哎呀，不行了，让他知道烂西瓜两副，你就会知道的。我要他们赔钱。可是现在谁都不用赔哎。我要那个烂西瓜赔我2000块钱买燕窝，给我补一补啊！这几天我都不知道，担心到多了几条 MRT 线呢。你是美女啊，美女怎么可能会有 MRT 线的？你啊，整天只会哄妈妈，去哄别的美女啊，娶一个回来。我现在就在跟美女说话，不如我去跟他们说好不好？你敢跟他们说，以后不要来借我放工。美女啊，骗人家的钱是不对的。老爸常说要做对的事情啊。哎呀，什么事？日晒雨淋的，他都罢工了。哎呦，我看你还是别做了。我不做的话，我哪有收入啊？哦，这样2000块是不够啊，4000，应该是8000再加几粒榴莲。美女啊，阿炳，我榴莲包好了吗？哎，你要的榴莲当然早就好了，哪里敢让你等？美女老妈，别吃那么多榴莲，你的血蛋已经到达危险边缘了。哇，这么多，我可不想当孤儿啊。你放心好了，你的美女老妈要活到100多岁了，我还要抱孙、抱曾孙，4代同堂，跟新邻居搞好关系，一起对付烂西瓜。都斗了几10年，你不累啊？不累。来，早。早。 Morning。吃健康早餐不好吗？怎么你们1个2个给我这种脸色？还有你啊，这几个月呢瘦了很多，精神又不好。说不定吃得太健康了。我是为了你们好。来，弟弟，我给你双倍的好啊！喂，坐下来，我有事情要跟大侠商量。你说我们配合，不用商量。我决定送博文到澳洲去读硕士。我不要再读书了。你就随便选一个你有兴趣的科目去读啊。妈咪啊，我都说过了，我的理想是去 National Geographic。No， 那种工作又危险又没有前途。你不需要逼我儿子去照相馆做吧？更不可能，那更没有前途。儿子，不要步我的后尘。输了学历要看女人脸色，多读点书也好啊。先让博文到澳洲留学，迟些时候我们移民过去。我反对。为什么要做2等公民？看更多人脸色。我想退休，想找一个没有压力的地方住啊。压力是你自己给的，到哪里都会有。只要不必整天开会、整天赶 project， 我就没有压力了。再说到了澳洲之后，你也可以从事。你看，你分明就是命令，不是商量。好了好了，我有自主权的 ，OK？我要到机场去接韩国女客户，连续几天都要陪她。我在外面吃好了。今天是周日，有家庭聚会，我去不了了。我要加班。跟公司请假。在公司在家都要看女人脸色，这是我的命。妈。取消饭局？怎么了？爸还在生气啊？哦，你们要参加朋友的生日会？
韩翻译，你们的房卡，谢谢。金总裁说这个酒店的风格很好，很独特。 감사합니다. 한국말 하세요? 김 대표님과 이라케트에서 영광입니다. 너무 아름다우세요. 저희 브랜드 대표 홍보대사 하셔도 될 것 같아요. 你跟金总裁说，我只会说一两句罢了。 한국말 몇 마디밖에 못한대요. 他说您很漂亮，可以当我们的产品的代言人。감사합니다. 你跟金总裁说，我上一下洗手间。 화장실부터 간대요. 이거 저희 호텔룸 키 4층에. 我立刻煮，半个小时就可以吃了。不用了，我在外面吃过了。外面的食物很不健康的。你放心，我没有买给你。我煮了，你最好给我吃一点哦。 Hello， 泽佳，爸妈回来了没有？爸没有出去啊，他一直都躲在房里。妈说他们去参加朋友的生日会，所以取消家庭饭局啊。不是啊，是爸发脾气，所以他取消了饭局。喂，今天我陪韩国客户 check in 的时候，看到妈跟个中年男人走入酒店电梯。怎么可能？你是不是看错啦？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吃泡面啊，拜拜。可能我真的认错人啊。妈，他一直打电话来跟我闲聊。那天你们两个吵架之后，我还以为你们会翻脸呢。怎么会呢？你去哪里啊？随便走走啊。你离家出走啊？胡说八道了。你爸呢？在房里。你要不要吃面？我帮你去煮。不要。哎，你爸的底片是怎么编排的？按年份哦。不过怎么细分我就不知道，只有他知道。那1980年的在哪里啊？我帮你找啊。那边。妈，你不要送爸的东西，他不喜欢啊。知道啦。你在找什么？还会被骂了。你们干嘛动我的东西啊？你的东西叠得这么高，打一个喷嚏就塌下来了。你不会小心一点啊？笨手笨脚的，走开，我自己整理。那是我第一次发现妈有点不寻常，可是完全没有放在心里，只当是妈对爸的惧怕而有的惯性紧张。Daddy， sorry， 我是来找厕所的。你是谁？出去啦！啊！Daddy， 你做什么？哎，文丽莎，你怎么在我床上这啊？小妖精是谁？你会？我女儿。啊？
Ridiculous。昨晚我们拿了大奖，大家喝多了嘛。Daddy， 有男人进来我的房间哎。David， 我去揍他。我要把 Vanessa 的照片 po 上网。Baby， 哎呀，他们是爹地的工作伙伴，你这样做，爹地会很丢脸的。谁叫你惹他们回来啊？我不抢你好不好？爹地带你去迪士尼。我已经几岁啦？买限量版的包包。不要。带你去韩国滑雪。你骗人！每一次你买了机票，然后就取消，你这最厉害啦。爹地真的很忙嘛？那你告诉爹地你要什么？我要当model，等我有名之后，我就有 million followers。Baby 呀。Daddy， 你知不知道 Fiona Fusay 15岁就得到新加坡精英模特大赛冠军？原来你已经15岁了，不过还是要专心读书，以后再说。Vanessa famous model right？ 好了，别这样啦。爹地想到了，让你拥有越来越多 followers 的最快方式。爹地想要再推出一个新的系列，活泼靓丽少女服装系列，定名为 Susanna。我的名字啊 ？Bingo， My Princess Susanna， 由你做代言人。Daddy， I love you so much。那刚才拍的照片能够 delete 吗？那我想把毕业照搬到户外去拍，我相信肯定会吸引很多年轻人的。我们的风格可以多元化，浪漫、温馨、穿越、搞怪。构思是 OK 啦，不过外公肯定反对的嘛。如果我们计划的好，外公一定会心服口服的。你当摄影师 ，Free labor right， 会给你酬劳的。然后你们就叫我加入照相馆，我是不会上当的。哎呦，你不要这样了，我们的照相馆已经半死不活了，我们需要靠你来发扬光大。我可是未来的大摄影师 ，OK？ 我是不会允许自己窝在一个小笼子里面拍护照照片的。OK， 大摄影师，你就帮小姨趁这个大学毕业热潮赚一笔生活费，怎么样？勉强忘你了。OK， 现在呢，我们就要设计一个超吸引人的传单。marketing 很重要，不过又不能太贵。说的有道理，不如我们就找那些暗恋你的女生做模特。不要啦，我应酬他们很麻烦的 ，OK？ 切，真的有人暗恋你再说吧。就算有人真的暗恋你，我想他们应该也是丑八怪，所以我还是找你舅舅帮忙。你不可以说不来就不来的嘛！你听我说，不可以这样的。原来是还没到啊，催他快点呢。他说他想跟你解约，让我跟他说。他说他不想跟你说话，也不想见你。为什么？他生气那天你为了女儿把他赶走。让我来。喂 ，baby 啊，什么态度？盖我电话，打电话给 Steve 投诉，叫他管好他的模特。那今天怎么办？找其他模特。哦。小姐，等等啊，小姐，说，跟踪我有什么企图？我只是想问你，要不要当模特儿？我是设计师先坡，你身上穿的这一套就是我设计 P&B 系列运动装，放手要断了。哇 ，sorry 啊。我在拍照，我的模特儿刚好有事不能来，想找你替他。你又知道我会答应。能成为 Zempua 品牌的代言人，应该没有多少人会拒绝的。我相信你穿起我的新设计，一定会比原来的模特儿更加出色。那我的叫价要高过他？怎么可能呢？你没有经验，我怎么可能给你top model的价钱？我在帮你救急哎。你没有诚意，那就别浪费我时间。拜。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来吃西瓜，慢慢拿。西瓜甜不甜？甜。喂，你抄爸的设计啊？新加坡人拍照都是这样说的啊，我没有侵权呐。无事不登三宝殿，什么事啊？还是哥了解我啊。别跟我放电了，我受不了，快说。我想找一个清秀脱俗、健康阳光的美少女，最好是那种不计较酬劳的义工，有没有？那个人就是你啊，不过先删掉美少女。国文告诉我啦，你想要推销户外毕业照配套，要找模特儿是吗？要完成爸爸的心愿，让和平照相馆还能维持下去，就靠这招了。真的是服了你，爸这么难相处，你还要帮他做？他是我们爸爸。原来固执也会遗传的。你走运了，今天我刚好抓到一个。怡言，过来。等我一下啊。干嘛？拿薪水啦？过2天就会开支票给你，现在多给你一个机会。可是我好像没打算让你做我经理人呢。和平照相馆的女老板，我妹妹，她想找你拍一些传单、广告、平面照。嗨，和平照相馆，没听过。因为你年轻嘛。谢谢你啊。你付得起酬劳吗？多少钱？跟今天一样。可是如果比今天辛苦，那我要 double。我忘了告诉你，她拿的是 top model 的价钱。那不是很贵？太贵啊，那找别人吧。她是模特儿界的明日之星，付多点钱啊，值得的。爸连我的薪水都付不起了，80块可以吗？其余的我帮你付吧。哦耶！谢谢红哥，还是你最好了。结束定期存款，损失很多利息耶。我说你烦不烦呢？每个月你在浪费租金，还浪费你女儿的青春呢。他可以不要做啊，没有人逼他。发薪水啊！阿佳，啊，这是欠你2个月的薪水。不用啦，你哪来那么多钱啊？我们结束了定期存款啊。叫你拿你就拿，我不会亏待员工的。哪有员工愿意拿那么少薪水做那么多工的？地板那么干净，我又没有叫你做，谁叫你多事？拿去吧。唉，这一份除了还租金，还要还艺术品的钱。还什么钱啊？阿佳说了，钱由臭榴莲的儿子赔。还是赔给他们吧。为什么改变主意啊？良心。那件那么难看的东西值1万块啊，肯定是骗人的。你自己看报纸。看什么？陶艺家黄涛啊，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上万元的。赔给他吧，把钱赔给榴莲嫂，他就不会整天做阿佳嫁不出去了。哎呀，你们整天唠叨这个。去跟臭榴莲说，要我们赔钱，除非他减价。好啊，我去说。妈，你不会杀价，我陪你去。哦。哎呀，跟你们做邻居啊，真的很倒霉啊！不知道谁比谁倒霉。家，你怎么只遗传到你爸的尖酸刻薄，没有遗传到你妈的好？大家有话好好说。我跟陶一家说过了，你们不用赔。不用赔1万啊！我儿子说了很多好话，他才答应只收4000。我儿子啊，已经先帮你们还了2000，那就算了，剩下的2000啊，你们要负责。谢谢你啊，远航。还有，老妈，为什么要收2000？你妈都已经说收2000了。给他2000可以了啦。妈，哎呀，你
不要这么婆嘛，这是我跟你妈之间的事情，你不要没事了，没没事了，可以了，2000算了了。我先还你2000啊。 2000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他要道歉。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不道歉4000。哎，你刚才都不是这么说的。算了算了，你道歉吧，你去道歉吧。不要，4000。4000。安迪，要道歉要怎么说呢？ Sorry， 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不会出口伤人。OK， 我接受你的道歉。那，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哎。 你语言啊，你迟到了半个小时，你知道吗？其他人都还没到。我就是其他人。哎，你是新人，你不要耍大牌啊！你就是摄影师啊！我哥在泡泡的时候，一大群人的嘞。小姐，尊重一下你的合作伙伴好不好？那拿着，我们先沟通一下了。我不要每张照片都这样啊，都这样，剪刀手。 我要这种感觉，就在那里。喂，和平照相馆到底是怎样的地方啊？名字好像很 cheap 嘞。你能不能专心一点啊？废话那么多，你先给我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表情。我要你脱掉你的毕业袍，然后披在肩膀上。 拿着这块板，转回头给我一个很拽的态度。你很麻烦嘞，又穿又脱，又穿又脱。就是这种态度了，很好。喂，你干嘛？看看不行啊？看你也拍不出什么好东西，要不是给 Zam 发面子哦，才不接你们这种小苦症。啊，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还不快脱？ 嚣张是吗？你最厉害的吗？快点啊，时间不等人的。喂。你去换这一套，我们再拍下一组。那。要我在这里换，那不是便宜了你？哎呀，我转头不会看你的了，那你快点。 我不要穿这么难看的衣服。你没有的选择喽，快点。那我要去厕所换。随便你啊，厕所很远的。喂，你快点的，不然光线就没了。有没有搞错啊？你换一个衣服换这么久？是你自己说的啊，厕所很远，光线都快没了，还怎么拍啊？你不拍了，不拍了我就回家喽，薪水不能扣啊，衣服以后再还你。喂，你敢？那，戴上帽子去那边露出玩得离地的衣服。很 lame 的你。我有意思的 ，OK。等你毕业以后呢，踏入社会就要什么都会，做玩得离地。而且还没人教你。 学不会是你自己的事。你刚毕业啊？去年1年内啊，换了5份工作，很厉害咯。等什么？去啊！停！就在那边。我要你撕开你的毕业袍，给我一个非常傲气的表情。OK？ 准备，1、2、3、4。 为什么你在这里？嗨 ，Hello， 我来拿支票的，不是
是说好1个星期寄出去吗？哦，我刚好经过嘛。哇，我真的很美哦。是我拍的好。你拿多几张去，分给你的朋友，帮我们宣传一下。要我免费帮你宣传呐？谁来了？博文的朋友。哦 ，Hello， 哈，不错啊，不错。博文是我的外孙，他是在南大摄影系毕业。我们祖孙3人啊，都是摄影的高手。博文很尊敬老人家，也很孝顺家常，为人又老实。外公。可是阿公啊，我好像觉得他不是很老实哎。今天我来啊是要问他。问功课。你们不是已经毕业了吗？他还没有毕业。阿公，我问你的意见啊，这不用了，哎呀，伯文会给你解决的哈。哎，你们就去喝咖啡、吃蛋糕、吃雪糕，慢慢解决了。好像会转账给你的啊，不要耍我。不会了。阿佳，为什么他说博文不是很老实啊？他们要解决什么啊？他们年轻人的事，你管那么多干嘛？你说清楚吗？不知道。首50名签配到的有9折优惠。首50名签配到的有9折。哎，为什么你在这里？我刚访问完一个教授，有水准啊，你拍的？哼，是吧？户外拍毕业照，小一的 idea。其实最近生意不好，他连薪水都没有。真的吗？你们的照相馆不是很有名气的吗？为什么搞成这样？Dinosaur 吗？可以约谈。哇，何小姐，在这里都会碰到你啊！还没有拍完，你快点去拍呀！我拍完了，你看。啊，是了。哎，很有创意啊！当然了，我 idea 还多着呢。和平照相馆到你是第3代了，也可以说是传承家族企业。为什么从5间剩下1间呢？关你什么事啊？博文如果传承照相馆，就是第4代了。哎，为了配合国庆的到来，我在做一个家族企业传承的专题报道。和平照相馆可以是其中一篇访问。你看啊，一间经营了80年的照相馆的传承，怎么样？你要访问我们的照相馆啊？是啊，我刚好缺乏素材。我考虑一下啊。安妮，看你这么可怜啊，帮你啦。你帮我？那我不是要谢谢你啊，姐姐。当然啊。你什么时候做访问？要问什么问题？你要提前发给我。还有呢，如果你写的不好的话，我一定找你算账的。虽然照相馆是我的囚笼，我的心还是希望它是个能够抵挡时代洪流的囚笼。只要它有生存的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过。只是取消了3个星期的饭局，他们就趁机不再回来了。他们巴不得永远不用回来啊！生孩子养孩子是上辈子欠的债。都是你啊，说没2句就骂人。你还敢说我？他们都是被你宠坏的。全家福拍成全家哭，个个苦瓜脸，人又不齐全。他们都没有心要拍，亏我那一天还特地用胶卷来拍。你用胶卷拍？你不是说很贵吗？拍自己的全家福贵一点是值得嘛。现在那是数码照片，哪里会比胶卷拍的好？说到胶卷啊，你干嘛留那么多底片啊？我跟你说几百次了，你别管。这个家迟早被你搞得像垃圾堆一样。Selamat sejahtera, apa kabar？ 大猫比利，大猫。哦，不是，这个是送给你们的，我是你们的新邻居，刚刚搬过来的。你是我的新邻居啊？你还会说华语啊？这么厉害！以前住在kampung，邻居教我的。我叫瑞云。啊，nama saya Aisyah。艾莎你好，请进。哎，人家只是送你一个水果篮，你就叫他进来啊？
你不怕他是骗子啊？小心一点是对的。哎，你们华人有一句话，远亲不如近邻。很高兴认识你们，阿布卡巴。哎，你好，你好。哎，你的华语说的比我的孙女还好呢。我们华人也有一句话说：“无功不受禄。”他的意思是说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哦，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今天 housewarming， 想请你们来我家吃一点点东西。好啊。你还真有诚意啊！今天 housewarming， 今天才来请我们呢。哦，本来呢应该是早一点请你们的，可是你们家里每次都没有人在。可能我们常常在店里。哦，你们开店的？是啊。开什么店？照相馆。和平照相馆，听过吗？哦，冰，有，我小时候有去那边拍过照。哎，老板的人很好，姓潘的。他是我爸爸。哦，哎，你们来我家坐坐，马萨耶一定很开心。请进来，请进来。哎，他们呢都是我的孙子。Selamat datang Uncle dan Auntie。Hello。阿爸。You go and play。我介绍我的家人给你们认识。好啊。Ma, ini jiran kita, Uncle dan Auntie Puan. Hello. Ya, Pakcik, apa khabar? 还有我的先生卡缪。他应该是在厨房忙。我的大媳妇、二媳妇。Thank you。Terima kasih。我的大儿子、二儿子、小女儿，还有他的未婚夫。Hello。你真好命，真幸福，儿孙满堂。谢谢。哎，那你们呢？你们有几个孩子？我们也是3个孩子。我们的孩子跟你的家人不一样，回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副吊丧的脸。吊丧？你家装修得很美啊。哦，terima kasih。哎，你们请坐啊！吃东西不要客气啊。这位就是我的先生卡缪。你好，卡缪阿布卡巴。terima kasih， Pakcik Duren。边疆女仔，坐下，难看。我不想看到臭榴莲。烂西瓜，面子是人家给的，脸是自己丢的。我今天不想跟你吵了。Mak干嘛？ Aisyah, tapi Mak dengar diorang cakap durian ni busuk. Semangka ni dah rosak. Makcik, durian tak busuk. Semangka rosak lah. 哇，你妈妈很厉害啊，会听华语啊。她会听一点点。不好意思，西瓜坏了，你们不要吃。Mang, semangka rosak. Hah? Semangka sedap. Tian, manis. Ya, betul. Jahat itu. Ambil gambar. 艾莎，让我老公帮你们拍吧，他拍照技术很好的。哎，好啊。Nama kedai gambar dia? Oh, Ping. Ping, kita pernah pergi dulu? Ya, Mak ingat Oh, Ping. 来啊！dekat sikit. Dekat sikit. Ya, boleh. Dulu belakang sikit. Ya. Okey, bagus. 哇，你看他们马来家庭很好哦，一家人和睦，热热闹闹的，很有凝聚力啊。而且兄弟姐妹那么团结，真羡慕他们。哎，你今天不是家庭饭局吗？你的孩子跟孙子没有回来？闹翻了。我那个老的不想见到他们，他们就干脆不回来了。哎呀，我家也是整天冷冷清清的，只剩下一个儿子，到现在都还没有交女朋友。西瓜甜不甜？江妈来啦！我喜欢讲华语啊。Dia cakap semangka itu manis tak? Semua jawab manis. Ya, lagi satu kali. 西瓜甜不甜？ Manis. Bagus.
像一颗颗拔掉安全针的炸弹。也许最后结果是虚惊一场，就算受了伤，也得孤军作战。有时候摔倒，连跌带滚很冤枉。扶你的人突然站在一旁观看，决堤的眼泪还可以帮多少忙？为什么戏剧收场那么困难？原来生活是不安排你的战场，再好再坏自己得看着办。